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的李莲花，达官之命，虽所欲而能安乐，不求己，不碍事。诚意的李莲花，达官之命，虽所欲而能安乐，不求己，不碍事。腾平的乡初上五里曾借角色口总结过这一特质：达官之命，虽所欲而能安乐，不求己，不碍事。达官是心性，天生心广，不爱那小藏私。知命是慧根，认得清命运的局限。安乐是脾性，懂得享受当下。不求己是不困于心，放得下自己。不碍事是透彻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大爱不爱。达观与安乐是柔和的来源，知命和不碍事是冷漠的来源，不求己是敷衍的来源。小编不知道诚意有没有看腾平小说，但是他演绎的李莲花完美诠释了腾平小说人物所表达的思想和境界。刘芳把电视剧李莲花的形象大大改变了一番，也就是知命与不碍事及智慧带来的距离感，但诚意完成度挺好。小编认为还有一个因素，当年腾平写书也才大一，那时候恐怕还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，因此所谓不碍事是透彻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大爱不爱其实还是少年心境，未历经真正的人事。剧组改编了很多，觉得是改得很写实的。人活在世上，看得多了，也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不可能真的冷漠。腾平早期的九宫五系列基本上都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，包括圣香也有点，不过可能因为圣香篇幅长，构思久，比其他的好一点。九宫五后的吉祥文莲花楼这种强说愁的感觉就少多了，可能是经历过社会了，才塑造出了李莲花这个角色。因为达到顶峰的人，是一定是想疏离的。世界就是人的关系，即使如此疏离，他依然最后被亲情和新的友情牵扯而用尽余力。来去生死，都只是孑然一身而已。得到的，总是要还的。那又何必得到？付出的总是消耗的，他又有多少可以消耗？整个剧离开所有的理性分析，你看他拖着倒计时的弱体，用尽心思算计着什么时候他才需要出手，而一切的努力的结果，只是发现了他不想看到的真相，解救了我们认为不如他的人们。这才是很悲伤的事情。但哪一步他能逃脱呢？疏离和敷衍只是一种保护。诚意在剧里和综艺里反差太大了，还是剧里的好，透着智慧，但能演就不会笨。所以想来在综艺里本人也是扮猪吃老虎的吧。诚意的聪慧是思索型的，是在和别人慢慢交心中才能流淌出来的，而对于快节奏的东西他是不擅长的，所以在综艺里显得笨笨的。但他内心一定是有一个很丰富的宇宙，否则不会对人物诠释得如此准确，又如此用心。